林嫂子，正好到你这儿就剩最后一块了，要不要？要，就要这块。老板，这块肉给我，我急着回家做饭。婶子，你咋插队还怂人呢？哟，林秀兰，这就是你们家新娶的儿媳妇儿，怎么这么没礼貌？咋的？张嫂子，严秋刚远嫁过来，不懂事儿，你急你先买，肉就让给你。妈，咱一大早就搁这排队，凭啥让？严秋，算了，都是街坊邻居，以后还得靠大家照顾呢。这是严秋从老家带来的喜糖，大家伙沾沾喜气。以后孩子在这边，还麻烦大家多照顾。新媳妇进门是该舔舔嘴。林嫂子，还是你懂事。就这便宜水果糖，林秀兰，你拿这玩意儿打发要饭的呢？是啊，这糖掺的也太寒酸了，娶媳妇就发这点破糖。现在谁家办喜事不发进口巧克力？就算最次也是大白兔奶糖。你这个是个什么破玩意儿，打发叫花子呢？这也是我们的一点心意，大家别嫌弃。心意？这心意也太不值钱了！哎呦，你怎么还打人呢？我削你咋呀？你压根儿不配吃这喜糖。这队是我跟我妈苍清早搁这硬排的，肉也是我们好不容易排着的，喜糖那都是咱家一片心意，你给撇地上了，我该你的呀！打人了，新媳妇打人了！林秀山家娶了个悍妇啊，武村长没王法了！张嫂子，严秋他不是故意的，严秋，你快道个歉。道啥歉呢，妈？你忘了他刚才怼过你的时候了？这种人就应该让他搁地上待着，凉快。你怎么说话的？你眼里还有没有长辈？长辈，你也配当长辈？可这倚老卖老的玩意儿，我家狗都比你懂规矩。你说谁是狗？谁搭茬儿，说的就是谁。我把话撂这儿，以后谁再敢欺负我妈，我跟他没完。以后你再想插队抢我家东西，我见你一回削你一回。林嫂子，这肉本来就是你排到的，拿着吧。老板，谢谢啊。这苏家娶的新媳妇儿脾气这么暴呢？谁知道呢？可能苏远就喜欢这一挂呢。我听说啊，林秀兰这新儿媳家里是从东北来的，条件还不错，怎么就看上苏远那小子了？谁知道被苏家那小子下了什么迷魂药，日子长了有他好受的。爹，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我今天要宣布一件大事儿。啥大事儿？谁凶你了？咋的？是不是供货那边账整次了？老妹儿，别着忙，你慢慢说。我寻思好了，我要嫁给苏远。啥玩意儿？你要嫁给谁？就那个苏远，就是咱们家给供货的那个，江边开铁锅炖那个。不是老妹儿，你咋能相中那小子？他那性子软的跟刚出锅的豆腐似的。可不咋的，那小子除了长得还算凑合，其他的哪点配得上你？老妹儿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，他家离咱这老远了，你舍得我们啊？嫁人是一辈子的事儿，你好好寻思寻思。我心里门清，打从咱家给苏家供货那会儿起，我俩就一直偷摸写信唠嗑。后来他来东北筹货，我也背地里跟他碰过2回。啥玩意儿？你俩偷摸约会了？跟哥说你们到哪一步了？完了完了，咱家好白菜让猪给拱了！还是咱最水灵的小白菜，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他们家那一家子，瞅着都不像能给你撑腰的，就那苏远。都不抵那好老娘们儿，我瞅她上炕都费劲呢。我还能让人给欺负了？你这么说也对，打小就只有你熊我们的份儿。严秋，你确定了？爸，我确定。苏家那边我也打过交道，苏远那孩子话不多，性子软，可心眼正，不偷奸买滑。苏家的铁锅炖饭店地段在江边码头，人流大，手艺也正。咱家供货大半年，他们从没拖过账，做买卖还算讲究。我就是瞅上他这点，心眼正。没那些歪歪肠子，他们那家人都太老实，遇事不硬气，你嫁过去得自己撑门面。知道了，爸。闺女大了，有自己的主意，你稀罕，爹就不拦着。那小子要对你好，你就踏踏实实过；要是他敢欺负你，我们带上家伙事儿就过去。小妹，你放心，谁敢欺负你，大哥第一个过去给你撑腰。苏远要是敢对不起你，我把那瘪犊子揍得满地找牙。不管你嫁到哪儿，我们挺你。新媳妇儿一大早不在家候着，跑哪儿去了？妈，是我带严秋出去买菜了。买菜也不知道早点去。
算了，今天先不追究。新媳妇进门，茶还没敬，这敬茶的规矩不能坏。跪下敬茶。妈，严秋刚远嫁过来，东北那边也不兴这个，要不站着敬一杯，心意到了就行。不行，祖祖辈辈都是这么过来的，到了他这儿就坏规矩。妈，现在都啥年代了，年轻人不讲这个。再说严秋一大早跟秀兰出去买菜，已经够懂事了。懂事就该知道，当媳妇儿的第一天进门要敬茶，要做饭，要守规矩。不就是娶了个新媳妇儿吗？哪来那么金贵？妈让跪就跪，连长辈的话都不听，以后还不得反了天？沈延秋，跪下，敬茶。这才像个新媳妇。茶我可以敬，下跪想都别想。你说什么？必须跪！我敬的是人长辈，不是那些老掉牙的破规矩。想喝茶，我双手给你端着；想让我跪，门儿都没有。放肆！你刚进苏家门就敢这么跟奶奶说话？今天你跪也得跪，不跪也得跪。都啥年月了，还整下跪立威这出？姑奶奶不吃你这套。严秋，要不你就给妈服个软算了吧。我今天就教教你规矩。奶，你别打他。严秋说了，茶可以敬，但不下跪。你要是看不惯，那以后就少见。要是还不行，干脆别见了。好啊，娶了媳妇儿忘了脑，不孝啊！苏远，你怎么敢这么对你奶奶？她可是长辈。长辈也不能动手打人。这个家我是管不了了。你们就惯着吧，早晚出事儿。你没事吧？行啊，苏远，还知道护媳妇儿了，有点长进啊。你是我媳妇儿，我不护你护谁？爸妈，喝茶。我虽说不下跪，但是对二老那是实打实真心的。好孩子，真心就够了。水打好了，温的，你泡泡脚。今天累坏了吧？哟呵，小绵羊咋还支棱起来了？都敢当你奶的拐棍了，说话也硬邦邦的了。白天奶要打你，我就上去了，根本没想那么多。整的还行啊，老娘没白嫁你。还行，水温正好。你坐稳点，别烫着。没瞅出来啊，你还挺会伺候人呢。今儿个白天，我跟妈上菜场，碰着那张婶子了。张婶子，她是不是又说难听话了？瞅样你是知道她啥人品啊，平日里没少受她憋屈吧？她那人嘴碎，平时就爱占便宜，也爱拿我们家说事。我们家人都不爱跟人吵，能忍就忍了。就你们一天天忍气吞声的，才惯得她蹬鼻子上脸，越来越过分。我也不是怕她，大家都是邻居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我怕闹得太僵，面上过不去。这有啥大不了的？以前你们乐意忍，那是你们的事儿，现在有我在，我可不惯着她。你记牢了，谁敢欺负咱家人，我就收拾谁。天王老子来了都不好使。老婆，还是你硬气。我大老远嫁过来，可不是上这儿受窝囊气的。还有啊，往后家里大小事儿你都得听我的啊。咋，不乐意？乐意，都听你的。这还差不多。你别说，仔细一瞅，你还挺招人稀罕。洗完了，擦擦脚，别着凉。又杵那儿干啥？打算站一宿啊？我都结婚了还害羞啊？过来，赶紧的。这门咋打不开呢？眼秋，你怎么起这么早？不多睡会儿？哎，妈，你来的正好，这门咋打不开了？外头还有股子烂味儿，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。没事儿，就是被白菜堵住了。白菜，咱家的？对门刘婶子的，每年都往咱们家门口堆白菜，好的放着就算了，坏的也不扔，就那么往旁边一丢，也不收拾，最后遭殃的都是咱家人。年年都这样，可不是嘛。秀兰，你咋样？摔哪儿了？我没事儿，有福，就是你这锅老汤，你熬了3天3夜的心血呀。
都什么时候了还管汤？一定是刘大花，这破菜年年放，年年放，我非找他算账。刘大花，刘大花，你开门！敲什么敲？大清早催命啊！你自己看看，你把白菜堆我家门口，害秀兰摔成这样。少赖我，他自己不看路，还想讹我。我白菜放那儿，又没长腿去绊他。你还敢说风凉话？那是我家门口，不是你家菜窖。哟，苏大福，你跟谁喊呢？你家门口空着也是空着，我放2颗白菜怎么了？街坊邻居的，这点地方都不让用，我还没怨你们踩坏我白菜呢。你害我媳妇摔倒，还让我赔你白菜钱。白菜是我的，踩坏了就得赔，别以为摔一下就能赖账。大福，算了，我腿疼，咱先回去吧。哼，吓唬谁呢？以后走路长点眼。那锅老汤是你爸熬了3天3夜招待重要客户用的，就因为那菜叶子一摔全没了，结果人家连句软话都没有，还反过来让咱们赔他的白菜钱。这个伤疤就是那次留下的，我这个腿一到阴雨天就疼。刘婶实在太过分了，我找她去。燕秋，算了，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说不定人家早不记得了。你现在过去，万一被他讹上怎么办？我不讹他就挺不错了。你不是乐意往我家门口堆白菜吗？我指定让你没好果子吃。这白菜个头可真不小。哎，哪儿来的贼呀？放下！大清早偷白菜，偷到我刘大花头上了。好啊，苏家新进门的媳妇儿是个贼呀！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哎呀，婶子，这是您家的白菜啊？不是我的还能是你的？赶紧滚！咋了？咋了？刘婶又跟人吵起来了？不就是几根破白菜吗？看给他稀罕的。谁说的？我刘婶刚刚说还要送我几颗呢。我刘婶最大方了。得了吧，他会舍得送人？每次看白菜都跟看金元宝似的，小气的不行。谁说我小气了？嗨，不就是几颗白菜吗？有啥稀罕的？妮子，不就几根白菜吗？你随便拿。羡慕死他们！看看谁还敢说我小气？还得是婶子大气。你尽管拿去敞开了吃，我这有的是。那我就不跟婶子客气了。你们看什么看？再羡慕也没你们的份儿。一群穷酸玩意儿。婶子家里还有点事儿，就先回去了。哦，对了，你一会儿记得顺手把那些烂白菜也处理一下，别让它烂在地里。婶子放心，我肯定处理的妥妥当当的。既然你答应了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燕秋啊，你这白菜，刘婶送的。哎，燕秋，你这是还要去拿呀？刘婶都发话了，让我敞开了造，管够。这刘婶什么时候变这么大方了？她都那么大气了，我不全给她拿了，怎么对得起人嫂子呢？正好这么多白菜，够腌2大缸酸菜了。不行不行，拿那么多，她要是在咱家撒泼，那……妈，放心吧，我心里有数。去厨房把盐和花椒准备好，等我搬回来咱就腌上。这白送上门来的，不要白不要。燕秋呢？这么真没事儿？没事儿，烧水。今儿个咱们白菜管够，想咋做就咋做。今天搬了8筐白菜，2缸腌得满满当当的。等过半个月酸菜出缸，我先做一锅酸菜炖大骨给家里人尝尝。要是好吃，咱就往店里加这道新菜。燕秋，你说往店里加酸菜这道菜，我觉得行。酸菜肯定有人爱吃，这些年店里菜单一直没变过，也该添点新花样了。那白菜毕竟是刘婶子的，咱这样……燕秋，等会儿爸去给你从地下室再搬上个缸来。苏媛，你去跟着你媳妇儿帮忙去。放心吧，爸。哎呦，我的白菜呀！哪个黑心烂肺的，我辛辛苦苦种了大半年的白菜呀，一夜之间全没了，这是挖我的心肝肉啊！哟，婶子怎么在这儿哭丧呢？家里出什么事儿啊？哭得这么伤心。再说您和浩嫂也不应该在我门口啊，你不嫌晦气，我还嫌晦气。你这个不要脸的小贱人，就是你偷了我的白菜！
别赖我哈，我手里这白菜可是婶子你亲口答应让我拿的。怎么，上下嘴皮子一碰就想赖账？街坊邻居可都看着呢。我那是客气，谁让你真拿完的？外地来的就是没素质，好赖话都听不懂。客气话，那婶子嘴上说尽管拿，面上一套里面一套的，显得婶子多另外不是人。少装蒜，牙尖嘴利的。我白菜呢？婶子您这话说的，这不都是您的白菜吗？那是我家白菜吗？全是烂菜叶子，我出门还差点摔一截呢。哟，这时候知道烂白菜堵在门口容易摔倒了，早干啥去了？你把烂菜堆我家门口，害得我婆婆摔倒，我还没问你要医药费呢，你倒是先喘上了。你少血口喷人！我不管你以前是怎么办事的，我公婆人好不和你计较，但我这人眼里容不得沙子。李秀兰，你们看看你们媳妇儿干的好事！我们家我儿媳妇说了算。哎呦喂，没天理了！新媳妇欺负老邻居了，偷了我几百斤白菜，我不活了！你们何其会儿欺负我一个老太婆！你要是想撒泼赖账，那就省省。昨天你可是当着大家的面说尽管拿。就是刘婶儿，你可不老实。昨天你说尽管拿，我们都听见了。你今儿个要是非说我偷，咱不默刑，直接去街道办让街道办的同志来评评理，顺便也把我妈去年摔倒后的医药费、路工费也好好算算，别你的了。现在给你2个选择：第一，我们去街道办，咱们把这些年的账都好好算算；第二，拿你那点白菜抵债，咱们就算两清。怎么选？你自个儿掂量。你等着，算你狠！哎，我等着。不过，看看那儿。这可都是您宝贵的白菜啊，不带走吗？苏家这丫头可真厉害，居然能把刘婶子制住，不得了不得了！我看呐，这苏家以后可没人敢随便欺负了。走，咱们回家。燕秋啊，要不是你，我们都不知道还得忍多少年。你是不知道他在这横了多久，年年往咱家门口堆东西，也是我没本事，每次都不敢上去。您叔叔是没本事，您是心善，不愿意跟他撕破脸。可有些人啊，你退一步，他就往你脸上踩10步。听见没有？你媳妇儿这话说的对，咱家就是忍太久了，才让人当成软柿子捏。你小子以后多学着点，别光长根子不长心眼儿。爸，这还用你说？我媳妇儿今天往那儿一站，比街道办贴的告示都管用。以后家里大事小事儿，我都听他的。多大点事儿？白菜搬回来，酸菜腌上了，门口垃圾也清了，一箭3雕。等酸菜腌好了，先在家里炖一锅。要是真好吃，就往店里加菜。咱家饭店不能光守着老几样，得让人吃一口就惦记。燕秋，有个事儿我得先跟你说一声。妈，您说。过2天你大伯家要办个家宴，说是给你接风洗尘，你大伯大姑都在，你奶奶也来。这回说是接风，可我听着怕不只是吃顿饭那么简单。到时候人多，我怕他们给你难堪。要不咱就说你这2天累着了，身子不舒服，不去了。反正接风不接风的，也就是个名头。不去那怎么行？既然是给我接风洗尘，我这个正主不去，他们这风往哪儿接？这尘给谁洗？去，不光我去，咱们一家都去。人家给面子摆家宴，咱也不能失了礼。可我怕他们话说的难听。我沈烟秋就不是来低头挨训的。亲戚要认，规矩也能讲，但谁要拿规矩当棍子，那我可就要撅了这根棍子。媳妇儿，谁要是为难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哎呦，沈燕秋，你可算来了！东北来的新媳妇儿，快让姑姑看看。长得真俊，这身子骨也结实，一看就能干活。东北丫头就是壮实。走，你跟我去灶上帮帮忙。新媳妇儿进门头1年，得多表现表现。女人进灶房，你跟着凑什么热闹？远子，你也别闲着，跟你爸去搬点桌椅。今天人多，乡里亲戚都来了。行。燕秋，你年纪轻轻的，手脚肯定麻利，去帮你婆婆搭吧。新媳妇，好好表现，亲戚都看着呢。妈，这里咋就你一个人？燕秋，你咋进来了？快去歇着，怎么能让你进厨房？
外面那么多人就都等着吃白食，他们没长手。况且这菜肉也都是你跟爸一早备的吧？我都习惯了，因为开的店，所有大大小小的宴会就都让我掌勺，都是一家人，气候多了反倒叫人笑话。有才哥，你家这席面次次都热闹，还是你会张罗。有福，远子，快点啊，别磨磨唧唧的，天都快黑了，一大家子都等着呢。对了，还有那柴呢，远子快。妈，这么多年都是这样吗？你跟我爸当牛做马，他们在前头摆谱当大爷。你是不是也觉得妈没出息，跟个丫鬟似的被呼来喝去？可我有什么办法呢？以前就不敢说，现在就更不敢说了。尤其是现在，家里的事儿都是你大伯说了算，店也不归咱管。妈，我问你一件事儿，咱家那铁锅炖饭店现在到底是咱家的还是大伯的？店是你爸开的，可这些年账本在你大伯手里，进货单子也签他的字，我们每个月从他那儿领钱，跟领工资似的。每个月领多少？也就180块。他说生意不好，亏得厉害。可码头那地段人来人往的，怎么可能月月亏？行，我知道了。妈，今天这顿饭你甭做了。燕晴，你东西都被备好了吗？就往里走，里面是你能进的吗？你有没有听见我说话？你把我的话当耳旁风呢？我跟你们说啊，这家里就得有规矩。这些年要不是我撑着，苏家哪有今天？老二一家能吃上饭，都得记我的好。放屁！反了！新媳妇进门才几天，就敢在长辈屋里撒野？燕秋，你咋跟你大伯说话呢？这屋里坐的可都是长辈。现在的年轻人就是不懂规矩。我们那时候的媳妇儿，要是都像你这样的，早让婆婆教训了。今儿个这饭，肉是我家饭店拿的，菜是我婆婆做的，柴是我男人劈的，桌椅是我公公搬的，酒也是我公公拎来的。合着你们就长了一张会吃的嘴。沈艳秋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没有我，你们二房算个屁呀！都是一家人，叫你们过来帮忙，是看得起你们。你一个刚进门的新媳妇，也配在这指手画脚？你就这么跟长辈说话？你有没有点规矩？就你也能称长辈？正好我还得找你算账，赵也是我爸的名，我家账本为啥在你手里？然后每个月甩给他们180块，说店里亏本。真的假的？不是说饭店是老二的吗？怎么是大房掌事就给二房110来块？你懂什么？店里开销大，进货、人工、水电哪样不要钱？我管账是为了这个家。为了这个家？为了哪个家？为了你苏有才的小家吧？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沈艳秋，你别给脸不要脸！我们苏家的饭店还轮不到你一个外姓媳妇指手画脚。行，既然不让问是吧？没资格管是吧？那就你说什么？我说分家。翻天了，真是翻了天了！进门茶也不敬，今天过来就提分家。老二，你找的好儿媳妇就是个祸害，这是要拆了咱们苏家。老二你也不管管。老二，你今天要是还认我这个妈，就让你媳妇儿给你大哥跪下赔不是。妈，你闭嘴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我儿媳妇说的对，这个家是该分了。老二，你刚才说啥？反了！你们一家子都反了！老二，你良心叫狗吃了！你大哥这些年帮你管店，帮你撑门面，你倒好，听了外姓人的话就要分家，你这是要逼死你亲妈呀！就是你！你这个搅家精的，嫁过来才几天就来挑唆分家！老二，你就这么眼看着你儿媳妇把妈气死？别拿我儿媳妇说事，今天说什么都没用，你们不能一辈子压在我们头上。苏远，你哑巴了？就看着你媳妇儿和你爹这么胡闹，不赶紧上去拦着？老苏家的脸都叫你们丢尽了。大伯，我媳妇儿没说错。以前我嘴笨，也觉得亲戚之间不用计较这么多。现在我想明白了，霸占我家的店，把我们一家当苦劳力，你们算什么亲戚？好，你们要分是吧？行，那就分。我倒要看看，没有我撑着，你们那破店能开几天？行，不就是分家吗？分！你们这破店，我还不稀罕，你们直接拿回去就是了。这是什么时候签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当然不知道，你只配在后灶吃灰。怎么，刚才不还吵吵分家呢？现在怎么不嚷嚷了？53000块，不就是你们要分的？
陆芬不就没这些事儿了？店归我们了，欠条我拿走了，至于这账怎么还，就不用你们管了。话都说开了，爸妈，苏远，走回家。哎呦，活了大半辈子，今天算是头一回这么痛快。早就该这样。刚才我没说错话吧？没说错，说的挺好，表现的很勇猛，继续保持。我不能让你一个人往前冲啊！我是你丈夫。妈，正好今晚人都在，你把家里的账本、存折，还有饭店这些年的单子都拿出来我看看。先看怎么把这5万的窟窿填上。哎，好。这是，本来不想你刚过门就操心，咱家饭店看着还开着，其实里头全是窟窿，连欠款都要不回来。这是郭大田欠咱家的钱，差不多10万块，拖了快3年，怪我没本事。开了一辈子小饭店，挣点辛苦钱还让人拖着，连累你们跟着受委屈。也怪我没用，我去找过郭大田好几回，他不是说肉摊周转不开，就是躲到批发市场不见人。这有啥好自责的？不是你们没本事，是老赖太不要脸，拿情分当账本，拿老实人当钱袋子，他倒会过日子。燕秋，这钱不好要，郭大平嘴滑，后头还有你大伯的手笔。妈，你就放心，这10万块我指定让他一分不少的给咱家吐出来。妈，这郭大田什么来头？跟咱家到底啥关系？跟苏有才又有什么关系？是我娘家那边的亲戚，以前还给咱家供过肉。后来你大伯说饭店要扩大菜量，得跟郭大田绑紧关系。后来又说他资金周转不开，让咱家先垫一部分货款，说过2个月就还。我们信了，就把家里攒的钱拿出来垫上。可是不但这钱没见影，送来的肉也越来越差，客人嫌味儿不对，店里生意就蛮冷了。沾亲带故的不好逼太狠，谁知道他一回一个说法。后来我们再去，他干脆躲着不见人。既然是亲戚，那就好办了。你们把心放肚子里，剩下的交给我来办。我陪你一起。先去探探他的底，看看他到底是真没钱，还是跟苏有才联手做局装没钱。要是装没钱，我就让他变成真没钱。哎呀，秀兰，远子来了，这就是远子媳妇儿吧？听说是个东北姑娘，快进屋，快进屋。老苏家的事我听说了，有才也太不像话了。喝茶，喝茶。我知道你们来的目的，不是我拖着不给，是真的没钱。饭馆那事儿，我也是受害者，被苏有才坑了。材料款没回来，铺面那边也要周转，我上有老下有小，总不能把锅砸了给你们补窟窿吧？再宽限半年，等钱一到账，我第一个给你们加结，行不行？都是亲戚，我还能坑你们不成？再说你们饭店这不是到自己手里了，倒腾倒腾开张之后，也不差这一点半点吧？郭叔说的哪里话？我们哪能信不过你？你在这儿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，老街谁不知道你路子宽？怎么会跟苏有才一样呢？刚才进门的时候，看见院里那辆货车挺气派，得不少钱吧？还有屋里这大彩电，郭叔这日子可比我们红火多了，看来底子挺厚啊。嗨，那车是跑批发用的，咬牙分期贷的，外头看着风光，里头全是毛病，哪有你说的那么好？我们今天不是来听你诉苦的，账本和欠条我都备了一份，你别想耍赖。郭叔，你先忙，我们不打扰。进货款还有前头垫出去那笔钱，您多费心，过几天我再来听你准信。怎么样？那东北媳妇儿看着不好糊弄，你真打算还钱啊？还什么还？10万块呢，他说要就给，他算老几？不就是个刚嫁进来的外地媳妇吗？我就拖着，今天说没钱，明天说账没对上，后天人不在家，他能拿我怎么样？亲戚值几个钱，钱揣自己兜里才是真的。他要识趣就少来烦我，他要是不识趣，那我就让他家饭店连1块肉都进不着。苏有才给我们出了这么个烂摊子，郭大田要是真没钱，我也就不逼了。可你看他家那货车，新买的，屋里大彩电，墙角酒柜，哪样不是钱？他不是没钱，就是不想给。可这毕竟是亲戚。妈，你别总替他找难处，也疼疼远子跟我爸，都是血汗钱，凭啥不要？你说的对。哎呀，我正想去找你们呢。妹子，真不是我不认账，是上游供货商那边又卡款了，
我这头也被吊着呢。你们看，我这手里是真拿不出现钱。这些肉货、啤酒、饮料都是正经牌子货，饭店也用得上。你们先拉回去，就当抵一部分账，成不成？这都放多久了？没多久，都是能喝能卖能做的好东西，拿去饭店摆一摆，回本快着呢。你们要是去批发市场出手，少说也值大几千。大田，咱们是亲戚，你就这么糊弄我们？冷静。你确定你要这样吗？你这陈年僵尸肉，白送都没人要，喂狗狗都嫌的东西，你张嘴就大几千。郭大田，你这算盘珠子都快崩我脸上了。你这孩子咋说话呢？我好心好意拿东西给你们顶一顶，你还嫌这嫌那，有总比没有强吧？要不是看在亲戚份上，我连这些货都懒得给。你个刚进门的小媳妇儿，懂什么人情规矩？不给？郭大田，你真当我是软柿子随便捏呢？以前的事儿我管不着，现在你不给一个试试？你都不管管你这个新媳妇儿，没大没小，怎么长辈说话呢？我妈听我的，这个家现在我是管事的。白纸黑字的欠条都在这儿，我今天把话撂这儿，3天之内10万一分不少送到我家。我公婆老实不懂法，我懂。你和苏有才联手做局，用我们店里的公章借的钱进了谁的口袋，一查就知道。闹到法院，到时候你不仅要给钱，还得背上诈骗的名声。你什么你？再去市场监管反映你这供货的烂肉临期问题。你不是管着摊位和批发吗？我倒要看看你还能不能做下去。你自己掂量掂量。3天，过了这个点，到时候去你家的是谁，我可就不敢保证了。行吗，沈艳秋？你等着。艳秋啊，你刚才话说的那么硬，郭大田可不是省油的灯。妈，你别怕，他这种人就是纸老虎，看着横，真闹到法院，他名声臭了，就再也混不下去。他损失的远比这钱多。他是个聪明人，知道哪头划算。他比咱们更怕。可他要是真卡咱饭店肉圆呢？饭店怎么办？敢卡，咱就换路子。妈，记住了，咱不惹事，但也绝不怕事。3天，唬谁呢？一个小媳妇儿还能翻了天？郭大田，法院传票，签个字。你不是说他唬人吗？现在咋整？快把存折找出来，趁他还没把事做绝。我他妈就是贪！苏有才那王八蛋说苏老二一家好拿捏，我信了他的邪。10万，你点点，这次算我栽了。没想到你苏远还真娶了个厉害媳妇儿。表舅说的哪儿的话，本来就是我们苏家该拿的血汗钱。数清楚了啊！出了这门，我可不认。行，钱够了，欠条给你，这事儿今天算过去了。亲戚还是亲戚，往后找人干活，该结钱就结钱，别总老想着坑人。回来了，这钱真的要回来了。我以为这辈子都捡不着了。艳秋，都靠你，10万啊，在账上趴了3年。多少年了？店让人罢了，债让人赖了，就赖连远子娶媳妇儿，家里差点连像样酒席都摆不起。爸，这都多亏了艳秋，换咱们自己再跑3年也要不回来。艳秋，这钱你管着，店里的账也你管。我们老两口没本事，管不住钱，也扛不住事儿。以后这个家你当家，钱你说了算，我们都听你的。对，你管着合适。你脑子活，有主见，不像我们，账本放你那儿比放我们手里强。我也同意，我媳妇儿管钱，我100个放心。谁要是敢说一点闲话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行，那我就管着，先留5万3把店里贷还了，剩下的分2份，1份用作家里开销留着，剩下的做周转，进新鲜肉菜，把店里也倒腾倒腾，就把饭店做扎实，日子肯定越过越红火。娘，你听说没？沈艳秋把郭大田欠的10万块要回来了，整整10万呢！郭大田那人您还不知道，铁公鸡一个，居然乖乖把钱送上门了。啥？郭大田横成那样也干不过沈艳秋？
那10万块当初我跟他说好了拖着不给的，他怎么能……你们不知道，那丫头片子厉害着呢，说是给3天，3天期限一到，直接杀到郭大田家里，把欠条要去法院告他诈骗。听说还拿碎啤酒瓶指着他鼻子骂。现在可好，老二家的钱全攥在他手里。老二就是窝囊，连钱攥谁手里都分不清。老苏家的钱怎么能让这么个外姓媳妇攥着？我就说这媳妇是个搅家精，刚进门就咒您，接着掀桌子闹分家，现在又把钱都拢自己手里。再这么下去，老二家早晚也得被他挑得散了架。不行，明天我得过去一趟。这10万块绝不能落在他一个外人手里，就说是我养老的钱，我看他敢不给。二房现在能耐了，分家了，老人进门连口热水都得等。怎么，钱到手了，老辈就不放眼里了？有福，我也不跟你绕花子。我年纪大了，吃穿用度、看病抓药，全是花钱项。你作为苏家儿子，该出份养老钱。就是有福，娘养你一场，如今该你尽孝心了。听说你们昨天收了10万块，拿一部分出来孝敬娘，别让街坊邻居说行话。还有，店里的账本也拿来我看看。老宅正房归大哥，最好的地段归大哥，江边那块能做买卖的门脸也是大哥先挑走。娘，你偏心是不是也得有个度？我们一家就分到这破小饭店和几间漏风屋，账面上还有5万的窟窿要补，1分钱没有还得搭不少。光账中的钱大哥拿了80%。娘，说好您的养老全由大哥一家负责。分家怎么了？分了家我就不是你娘了。我把你养这么大，给你娶媳妇儿，要你孝敬点养老钱，还委屈你了。那10万块你得分5万给我养老，这是你当儿子的本分。娘，我咋没孝敬你？这几年的红包、衣裳，还有你吃药的钱，我哪次落下了？那10万块是燕秋要回来的，不能动。看来外头传的是真的。传什么？外头都传开了，沈燕秋把咱家的钱全攥手里。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窝囊废，连个家都当不了？你一个大男人就让他骑在脖子上？有福，不是哥说你，一个刚过门的外姓人哪能让他管家？娘也是为了你好，怕他偷偷把钱拿了，到时候你人财两空，到时候饭店没了，钱也没了，你哭都没地方哭。我把话撂这儿，你要是还认我这个娘，就去把钱全拿回来给我，我替你们保管。你就听娘的，把钱要回来。这钱不能给你。林秀兰，你胆子肥了，敢撺掇我儿子跟我对着干。娘，这钱本来就是有福和小远生生熬出来的血汗钱，拖了整整3年，要不是有燕秋，可能这辈子都要不回来。小远刚成家，饭店还欠着钱，往后过日子翻灶台添桌椅哪样不用钱？更别说这10万块还是燕秋要回来的。他一个刚过门的媳妇儿，替我们家扛了这么多。娘，这钱我不能给，你跟我哥回去吧。妈，我们回来了。哟，孙媳妇儿回来了。奶，大伯，你们来了。刚我们俩去给我爸妈抓了点调理腰伤的药，不知道你们过来，别见怪。哼，远子，我也不跟你绕弯子。这10万块，你得劝劝你爸妈，交给我保管。你年轻不懂事，跟你爸似的，被人几句好话就哄住了。他一个外姓人，刚过门没几天，谁知道他安的什么心？拿着10万块，说不定就卷钱跑回东北了。到时候你哭都没地方哭去，钱没了，店也黄了，对得起苏家祖宗吗？就是，你媳妇儿看着就不安分，不像你奶一心为你好，听你奶的，错不了。饭店的事儿也到时候就听我的，我管了这么多年，有经验。奶，你说我行，但你别扯我媳妇儿。燕秋嫁过来这些天，帮着我们家怼走了堵门的邻居，帮着要回了拖了3年的10万块欠款，连亲戚欺负我们家也是他站出来替我们说话。你们呢？大伯，你除了往店里塞烂肉，往账上添窟窿，你还干了什么？我嘴笨，帮不上他什么忙也就算了，要是还让别人当着我的面这么说他，我还算什么男人？好，一个个都翅膀硬了，我管不了你们了。饭店的事我也不管了，你们就让他折腾吧，等他把苏家招牌砸了，别来找我哭。你们就作吧。
往后店里出了事儿，看街坊亲戚谁还给你们脸面？早晚有你们后悔的。饭店到时候没了，可别来求我。你这不是说的挺好的，是个大老爷们该有的样。我就是听不得别人说你不好。没想到你还挺会说情话的。我没有说情话，我是真这么想的。行行行，知道了，多大点事儿。有你这句话，我这些辛苦那可就都没白费。正好今晚我给你们露一手，做个酸菜炖白肉，保证给你香迷糊，咋都敞亮人。爸，今儿个我得敬你一杯。今天你站出来撑着这个家，那气势，那小词儿一套套的，没让那些个人把咱家搅浑，这才是一家之主该有的样。应该的，应该的。以前是我糊涂。妈，再说说你，以前你总怕得罪人，怕吵起来日子不好过，可今天你敢站出来，这股劲儿比啥都金贵。还不是你给我壮的胆。以前我总想着忍一忍就过去了，现在才明白，越忍人家越往头上踩。以后妈也学得硬气点，咱们把自己的日子过好。最后是你苏远，作为我沈艳秋的男人，你可一点不孬。今天这不就挺好的，帮着咱们一家子挺身而出，有你站我身边，我干啥都有底气。那都是应该的，你可是我媳妇儿，以后有事儿我跟你一起扛。行，那咱们一家人碰一个，祝我们日子越过越红火。咱们是一家人，就该一条心。钱的事落定了，奶奶那边暂时也不会再来闹。下一步，咱们得好好规划饭店怎么重新开张。先都尝尝这菜味怎么样？肥而不腻，入口即化。艳秋，你这酸菜炖白肉的手艺，比咱店里那招牌菜还绝。主要是爹的汤好，我今天炖白肉用的不是清水，是从爸熬的那锅老汤里舀回来的老汤底子，炖啥都好吃。媳妇儿这真绝了！我以前在镇上别家吃过一回，那时候觉得也就那样，今天吃了你做的才知道，原来我是没吃过正宗的。赶明儿个我和远子看看店，收拾收拾。爸，您这锅老汤就是咱家最大的本钱。等收拾好了店铺，下一步就是定菜单、进货、开门营业。爸，食材进货的事儿以后咱自己管。苏有才以前进的烂肉零霍火，害得客人越来越少。咱重新开张，必须用最好的料、最新鲜的肉，保证每一样都新鲜。妈，你也别总忙活家务，我吃你炒的菜，放料的比例比谁整的都好，那个鲜味儿，那可比任何一家馆子都正。从今天起，您就是咱们的大厨，我去招呼客人。那可不行，我一辈子在忙活着伺候人，这点手艺哪能招呼客人啊？万一没人来吃，再让人笑话，可丢死人了。远子，你说妈本事咋样？妈，您的手艺那是这个，味道顶顶好。咱收拾好重新开张的时候，先试3天，真要是不行，咱再换回来，亏不了啥。行，那我就先试试。从明天开始，苏家铁锅炖重新开锅。锅呢？桌椅呢？昨天走的时候还好好的。你大伯昨天晚上来过了，把之前的东西都搬走了，说是这些个都是他埋的，全都拖走卖了。他怎么能这样？那是爸熬了几十年的老讨锅，是爷爷传下来的，怎么能这样呢？方子在，人就在，人还在，店就倒不了。锅没了，咱们再买一台。饭店的魂是人，不是那个锅。爸，您信我吗？信，爸信你。苏有才把店砸了，是想让咱今天开不了张。你先带苏远把前厅和后厨收拾出来，能用的桌椅先归拢，能修的修，不能修的劈了当柴火。后灶的灶台检查一下，要是没裂，擦干净就行。妈，你跟我回家一趟。回家干啥？咱先拿家里的顶一顶。家里那口锅是咱平时做饭的锅，能行吗？咋不行？我在东北啥锅没使过，只要火够旺，料够实在，这种日日烧的锅才有锅气，能出味儿。苏有才，我偏要你看看，就算你把我店砸了，我照样能拢住人心。艳秋，真就在家炖呐？对，咱先炖一锅酸菜白肉，把香味先做出来。人闻着香味了，心思活络了，就成功一半了。谁家炖肉呢？这么香？这味儿像苏家那口老汤啊！婶儿，是你们家店的吗？真的有用。
妈，味儿对了。那这锅咋往饭店运啊？总不能端着过去吧？这事我熟，搞定。等会儿就搬到店门口去。怎么办？这么沉？我先出去一趟，您就在家等着，别急。燕秋，你要干啥去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这都啥时候了，咋还不回来呢？眼瞅着都要过饭点了，燕秋去哪儿去了？这丫头到底上哪儿去了？你看这店，昨天还好好的，今天就让人砸成这样了，真够狠的。锅都没了，还咋炖？这生意要黄了吧？可惜了，开业赶上这事儿，就算推迟再开，那也不行了。让一让，苏家铁锅炖今天照常营业。哎，这不是苏元娶的媳妇儿吗？居然会开货车，他们这是把锅又拉回来了。大家伙都别愣着，苏家铁锅炖今天重新开火，门口支摊试吃，打折扣都能来尝。今天不图别的，就让大伙儿再尝尝苏家这口热乎味儿。先尝后买，香不香您自个儿说，保证您吃完还想吃，得香迷糊。妈，你就站这招呼，别怕。对，先尝尝，不好吃不要钱。那给我来一份尝尝。好嘞，给您盛热的。哎呀，这味儿真不赖，肥而不腻，酸菜也入味儿，汤还这么鲜。今天刚开锅，先试吃，买多买少都行。老街坊照顾生意，今天还给您打个折。给我也来一份。我再加俩豆腐。燕秋，真脉动了，人都回来了。这才刚开始。哎呦，昨天开业不是打折吗？今天咋就不行了？你家今天这锅闻着倒热乎，可汤色没上回亮啊！给我便宜点吧啊！拉倒吧，王婶子，你昨个来来回回都多少趟了？不是嫌咸了，就是嫌菜少了，就是没见你少端一碗。秀兰妹子，你看咱都是老街坊，我常照顾你家生意，这样便宜点，再给我添几勺排骨呗，抬抬手的事儿。王婶儿，实在对不住，苏家菜都是统一价，明码标价，不讲价，也不白添东西。肉是今早新下的，酸菜也是自家腌的，火候分量每碗都一样。你要觉得今天不合口，先转一圈，回头想吃再来。不买就不买，新媳妇刚掌勺，就这么会拿架子。这婆子吃啥都想占便宜，今天算碰上硬茬了。你做的不错，规矩立得好，饭店才能开得长。我进店吃，给我再添一份，汤多点，菜也照你们规矩来，该多少钱多少钱，就冲你们这实在劲儿，我以后带人还来。燕秋，王婶子刚才那脸色可不大好看，咱这么硬着来，会不会把街坊都得罪了？传出去说咱们家开饭店小气。妈，这种人本来就不是冲着吃饭来的，就是想占便宜。今天让他一次，下回他还得要更多，到时候别的客人也跟着要添肉要汤。行，妈懂了。我早就听人说你这手艺好，今儿可算赶上了。给我捞2块尝尝，好吃我帮你们宣传宣传，保准街坊四邻都来照顾你们生意。不能拿手抓，可真讲究。行，那你给我加，就那块排骨吧，再来点酸菜粉条，汤也别少。妈嫂对不住啊，我这小饭店肉啊菜啊料啊都是花钱买的，成本不低。你要是真想尝味儿，我就给你1小勺尝尝。至于别的，我心疼。哟，秀兰，你这是让儿媳妇管的连人情都不认了。以前你可不这样啊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开店得按规矩来。您要是想吃，我给您盛一点试味儿；要是想多要，那就按价买。
真是有了儿媳妇，腰杆都硬了。以前咋没看出来你这么会算计？哎呦，多大点事儿啊！几块排骨，2筷子酸菜，至于这么小气？买卖是买卖，这是规矩，和我儿媳妇没关系。行吧，就刚才那碗铁锅炖，给我盛多少钱？哎，我这就给你盛。那鸡爪总能送我几个吧？我这老结巴吃了，还能不替你们说好话？给你添点卤好的肉片，鸡爪不能送，那个成本高。行啊，妈，这回我可一句话都没替你说，全是你自己应付回去的。咱们起早贪黑做出来的东西，凭啥平白给人家拿呀？就是这个理，咱们本分做生意，不坑人，不骗人，也没必要惯着那些占便宜的臭毛病。你们是没瞧见，林秀兰现在可不得了，有个儿媳妇撑腰，挣了2钱儿，腰杆子都直了。以前见了人还低三下四的懂礼，现在倒会摆谱了。咋啦？我听说他们饭店卖的红火，人都排起长龙了。这人挣着钱，腰杆也硬了。我就想尝尝他家的炖菜，硬是不给。不能吧？苏远家以前最讲情面，老街坊去一趟，咋也得添点儿。你们刚才说啥？林秀兰什么了？谁不认老街坊了？妈，燕秋，跟你们说个好事儿，今天我和爸去咱最大的供应社送菜，碰着人杜老板了，人家当场给了准信儿，往后店里的酸菜和卤菜还有肉啥的都能长期供，量大还能走内部价。杜老板他那供应社在码头边上算是最大的，要是真能成，咱家这小店也就有个稳当供货路子。那可太好了，以前咱进货总是得挑3拣4，都是烂肉不新鲜，这回可好了。先别急着高兴，结算方式是怎么定的？按月结，还是按走的货的量结？这些都说清楚了吗？杜老板说的挺痛快，先把货送上来，回头再慢慢算。我想着都是老街里认识的人，应该没啥大问题。就是因为是熟人，才更得把丑话说前头。郭大田那事儿你们忘了？也是口头一套，背地里结果呢？烂肉、发霉的冻货全往咱店里塞，账拖了3年要不回来。嘴上说的再好听，最后不到账，哭都没地方哭。必须签书面合同，白纸黑字写清楚，供什么货、什么价、什么标准、怎么结账，一样不能少。万一送来的货不合格，责任谁担？可咱们主动要签合同，会不会显得事多不信任人家？杜老板在码头做了10几年了，供了半条街的馆子，从没听说出过问题。万一人家嫌麻烦不供咱们了咋办？真正正规的供货商不怕签合同，合同是对双方的保护，他按标准供货，咱按时结账，白纸黑字，清清楚楚。不想签的才是心里有鬼。燕秋说的对，郭大田的10万块，要不是燕秋去要，现在还在账上趴着。远子，明天你去找杜老板提，就说要签供货合同，他要是愿意签，该写啥写啥，咱们就好好合作。不愿意，咱们再找别的供货商。咱们家饭店刚重新开张，口碑才回来一点，经不起再来一次烂肉事件了。行，明天我就跟他说。哟，苏远来了，正好，我刚到了一批新鲜五花肉，你看看这成色，3层肥2层瘦，做你们的酸菜白肉正合适。明天给你送2扇过去。杜老板，肉是好肉，不过有件事儿，我得跟您商量。咱们合作，我想签个书面合同。合同？怎么？怕我不给你们货，还是怕我以次充好？我在码头干了10多年了，给半条街的馆子供货，从来都是口头约定，按月结账。你是信不过我？就是，我们都跟杜老板干了好几年了，从没出过岔子。谁不知道杜老板讲信用？上个月老程家馆子进货款晚结了半个月，杜老板2话没说，照常送货。你要是信不过我，那就别合作了。想让我供货的人多的是，不差你一家。杜老板，不是信不过你，是之前跟亲戚合作吃过亏，我大伯和一个叫郭大田的供货商联手坑了我们家，实在是怕了。郭大田，批发市场那个，他不是被你们家那东北媳妇治了吗？传的可神了，说一个刚过门的小媳妇儿拿着碎啤酒瓶指着郭大田的鼻子骂，3天就把10万块要回来了。是他说真正正规的供货商不怕签合同，不想签的才是心里有鬼。你小子
娶了个厉害媳妇儿啊！郭大田那人老油条了，谁都拿他没办法。你媳妇儿3天就把他收拾了，怪不得你们饭店重新开张没几天，生意就红火起来了。杜老板，签合同对两边都好，白纸黑字，货的标准、价格、结账方式都写清楚。您供货不愁收不回款，我们进货不怕质量出问题，两边都省心。去把我抽屉里那盒印泥拿来。多谢杜老板。我今儿在巷口听人说，老二家那铁锅炖饭店可火了，门口天天排长队，一顿饭的功夫能翻好几台。照这么下去，用不了半年就起新楼了。这沈艳秋还真有两下子，那怎么办？这钱不就都进了他兜里了？就看着他们家把生意全抢走。抢？谁抢谁还不一定呢。当初分家的时候，码头边那块最好的门面，江边正街上那间大铺子，可是分给咱们了。那地段比老二家那破店好10倍，门口都能摆10几张桌子。你的意思是，咱们也开饭店？对，凭啥钱都让他们赚？我也有路子有门头的，我有那块好铺子，客人不用绕路就能看见咱的招牌。到时候价格比他们低2成，我就不信抢不过生意。就这么干，非得治那焦家族的气焰不可。他一个外姓媳妇，真当自己能翻了天不成？正宗苏家铁锅炖，祖传秘方，打折价8折，不好吃不要钱。艳秋，你看斜对面，你大伯那铺子今天开门了，招牌上写着苏记正宗铁锅炖，这不是明摆着蹭咱家招牌吗？妈，你看着店，我过去一趟。大伯，你这是几个意思？关你啥事儿？你一个隔房的侄媳妇，手伸的也太长了吧？管到我头上来了？蹭着我们的招牌抢生意，你这长辈当的可真够光彩的。码头上的老客都认准我家那块匾，你挂个差不多的眉头，不就是想浑水摸鱼吗？笑话，这老苏家3个字是你家的？我姓苏，我就能用，我爱写啥写啥，我爱卖啥卖啥。你能拿我怎么着？行，你不怕丢脸，那就挂着。哼，一个女人家，谅你也不敢跟我横。等我把客人都抢过来，看你还能得意几天。艳秋，这咋办啊？他那地段比咱家好，门面比咱家大，现在连招牌都抄咱家的，客人一个分不清。照旧做咱们的生意就是了。他那锅里炖的什么玩意儿，我看得一清二楚。就那种垃圾货色，还想跟咱们打擂台？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，我就怕你生气。我有啥好气的？狗咬人，人还能咬回去不成？等着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就成。便宜是便宜，可这东西看着不行，万一吃坏肚子，省那2块钱犯不着，还是去对面吃吧。就是便宜没好货。上回我贪便宜，在码头边上那家新开的馆子吃了一顿，拉了1晚上肚子，还是去老店踏实。人家那汤底是祖传的，多少年了都。行，你们不识货，那就别怪我，你们给我等着。哎，这是咋回事啊？昨天还排着长队呢，今天连上前问的人都没几个。那锅酸菜白肉都快炖烂了，一个客人都没来。不对劲，工人吃饭讲究实惠，咱家的价格和分量一直没变过，没道理突然没人来了，8成是我大伯使了什么损招。妈，你守着摊儿，我去找人打听打听。艳秋，你别跟人硬碰硬，小心点儿。人家都堵到锅边了，咱再低头，饭碗让人踹碎了。艳秋妹子，今天怎么有空来逛菜市场？你家饭店生意那么好，还用得着自己买菜？别提了，也不知道咋回事，从前天开始，店里就没什么人了。昨天炖了2锅，只卖出去半锅，我妈急得嘴角都起了泡。
妹子啊，你们是不是得罪啥人了？这2天都传开了，说你们家铁锅炖用的都是边角烂肉，卖不完的隔夜回锅重炖，吃了要闹肚子。还有人说你家那口老汤锅里捞出来过死老鼠。放他娘的屁！我们家排骨当天来当天剁，酸菜也是我自己盯着洗盯着炖，卖不完宁可倒掉，也不拿隔夜汤糊弄人。尤其是死老鼠的事，我知道你们家实在，我男人吃了你家半个多月了，从来没闹过肚子，可架不住有人背后嚼舌根呐。说你们前头红火全靠装，后头早就偷工减料了。行，我知道了。王姐，多谢你跟我说实话。姐，可这话传的可不像街坊闲磕牙，这是奔着整死你们来的，你们可得防着点儿，指不定谁看你们生意好了，心里犯红眼病呢。嗨，多大点事儿，你们可小心点儿。我行得正，坐得端，放心，我们苏家的招牌没那么容易被泼脏水。昨天门口还排长队呢，今天就冷清成这样。沈艳秋啊，沈艳秋，得罪了我苏有才，你的店就别想开下去。听说苏家用烂肉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算了，去别家吃吧，安全第一。你们家卖的什么破炖肉？我媳妇昨天在你们家吃了一碗，回家上吐下泻，现在还躺在卫生所挂水呢。赶紧赔医药费，1000块，少一分我砸了你们这破店！大哥，你先别急，我们家肉都是当天现炖的新鲜排骨，汤底也是天天换新料熬的，从来没有客人吃坏过肚子。你是不是记错了，或者在别家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放屁！我媳妇说了，就是在你们苏记铁锅炖吃的，你们自己招牌上写着苏记，还能有假？少在这装无辜！我就说他们家肉不干净，前2天传的谣言果然是真的，这不吃出事儿来了吧？也不知道用了多少烂肉，贪了多少黑心钱，人家都找上门来了，看他怎么收场。今天要是没个说法，我就把你这店掀了，让你再也开不下去。你不能这样，我们做的是正经买卖。有话好好说，吃坏肚子要讲证据。你空口白牙，凭啥说是我家锅里的东西？就昨天在你家买的，还能有假？你自己看，这就是你们家的碗。是我家碗没错。但是这根本不是我家的菜，大家都看看，这肉颜色发乌，肉都是散的，筷子一戳就烂，菜一股馊味。我们家的锅是现炖，油花是亮的，排骨炖透了，肉丝里都有汤香。我家酸菜是自己腌的，汤底用的是老汤加新料，端出来香味直往鼻子飘，根本不是这种隔夜馊锅味。这碗破东西不是我家饭店出的，闻着确实不对劲儿。苏家锅里不是这个味儿。你媳妇儿到底吃的是哪家的炖菜？你最好回去问清楚了再来闹，别拿别人锅里的馊东西来砸我们苏家的招牌。你少狡辩，反正我媳妇说了，就是在苏记铁锅炖买的。码头上有2家苏记铁锅炖，你媳妇儿到底在哪家买的？你最好问清楚了再闹。这碗又是谁递到你手里的？对啊，那不就是还有一家苏记正宗铁锅炖吗？就在斜对面，那个店的肉看着发乌，跟这块一模一样。我先去问问清楚，要是搞错了，我给你道歉。好啊，合着是你家卖的坏肉，害得我老婆躺卫生所，你倒在这儿看热闹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谁卖你坏肉了？你在那边碰瓷不成，又赖上我了，你放开我，放开！这是人做饭的地方吗？这是猪圈！我老婆就是吃了你家这种地方做出来的东西，才进的卫生所。执法队的来了！都住手！怎么回事？他卖变质肉，我媳妇吃了上吐下泻，现在还躺在卫生所。你看他这后厨，这是人待的地方吗？你是这家店的负责人，跟我走一趟。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你这里涉嫌无证经营，卫生不达标，现在又加上食品安全事故，回所里慢慢说吧。该，这下老大要栽个大跟头了。我就说苏有才那店不靠谱吧，你们看他那后厨比猪圈还脏。我早就说了，那种人开饭店迟早得出事儿，可不是吗？前2天他还到处说有福家用了烂肉，结果自己店里用的才是烂肉，这是贼喊捉贼呀！妹子，前2天的事儿我们都听说了，我们一直觉得你家味道没问题，
就是谣言传得凶，我们也不好多说什么。今天算是真相大白了。没事儿，真金不怕火烂，今天还来一碗。来，多放酸菜，少放辣，给我这工友也来一碗。他第一次来，我说你家好吃，他不信。眼秋，你看见没？那些人前2天还躲着咱们走呢，今天又回来了。我今天下午听老周说，市场监管那边查出来大哥无证经营，卫生不达标，罚款几千，卖变质肉导致顾客吃坏肚子，又罚了800多，加上停业整顿，他那店是开不下去了。那都是他自己做的孽，自己受着吧。今天那个壮汉来闹的时候，吓得我心都快跳出来了。多亏燕秋赶回来的及时，3两下就把事情说清楚了，换我一个人肯定扛不住。这事儿跟我们本来就没关系，动歪心思反倒把自己栽进去了。经这么一闹，反倒让街坊都知道咱家的肉是新鲜的。之前那些谣言不攻自破，这也算是因祸得福，谁说不是呢？搁以前我想都不敢想，咱们家的店让人造谣了还能翻过来，越被人抹黑反而越红火。燕秋，这都靠你。陆有福，你给我闭门！你们一家子合起伙来欺负你大哥，你们给我出来！哎呀，老天爷呀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！亲弟弟为了个外人，还自家大哥背了心肝了。爸，我跟你一起去。我也去。哎呀，老天爷呀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！亲兄弟为了个外来的媳妇儿背后捅刀，害自家大哥停店丢脸啊！苏有福，你还有脸出来？你大哥被执法队抓走了，这下你满意了吧？你眼睁睁看着你亲哥被外人欺负，你心里痛快了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？大娘，您这话就不公道了。苏有才是自己卖变质肉，无证经营，被执法队查的。他那后厨脏得跟猪圈似的，肉都发黑了。人家执法队是依法办事儿，关人家老二家啥事儿啊？你闭嘴！我们苏家的事儿轮得到你们外人插嘴？你算老几？你知道个屁！你要还是我儿子，你就去派出所把你哥保出来，他一个人在里面怎么过呀？你去跟执法队说，那店不开了，罚款我们认了，人必须放出来。娘，他卖变质肉，把人家媳妇支进了卫生所，他自己造的孽就该自己担着。你说什么？你不保他？他是你亲哥，你就这么狠心？是不是又是那个丧门星教你的？我打死你这个搅家精！奶，有话好好说，别动手动脚的。你满意了是不是？啊，看着你亲哥被罚，被人戳脊梁骨，你心里就痛快了。妈！苏有才是自己偷进了变质冻肉，给别人吃坏了，才被市场监管所盯上的。从头到尾跟燕秋没半毛钱关系。奶，我敬你是长辈，不跟你计较。苏有才自己没脸来，就让你来闹，让你把爸都逼到街坊眼前。你自己好好想想，真寒了自己儿子的心，最后吃亏的是谁？我没想那样。有福，你还在想你大哥的事儿？他做错事儿，该罚。可到底是一家人，我不能真看着他被关着不管。爸，大伯把咱们害成这样，往咱们身上泼脏水，还想砸咱家招牌，你还管他？我不是说他没错，可他再混，也是我亲哥，再加上妈那样，心里也能太好受。爸，你是怕街坊说你见死不救？燕秋，咱们家要不是你，大哥这次还不知道怎么赖到咱们身上。爸知道该怎么做。爸，你重情义，这不是坏事，当然可以帮，但这事儿不能白帮，要帮也得帮得明明白白，不能再让他们骑到咱头上。媳妇儿，你想咋办？有福叔，燕秋妹子，我刚从码头那边回来，听到个信儿，何桂兰好像在到处问人卖铺子呢，就是那个正街门店。卖铺子，那可是他们家最值钱的地儿，可不是嘛？听说苏有才罚款赔钱，加上停业整顿，手里周转不开了。何桂兰急着卖，说谁给现钱就卖谁。正街那间铺子地段是不是比咱现在店大？大多了，门口宽，后头还有院，能摆10来张桌。走，苏远，咱去看看。
现在买铺子这种事儿，慢一步就赶不上热乎得了。爸，你不是想保大伯出来吗？行，咱把铺子买下来，既能扩大咱们规模，也能顺道把人保出来。你们来干啥？看笑话啊！大伯母，听说你要卖正街那间铺子，谁说我要卖了？没有的事儿。大伯母，咱们也不绕花子，大伯那边要罚款赔钱，还得交保证金。那可是正街铺子，少了我可不卖，不能低于这个数。不行，你们不能走，我卖。我尊称你一声大伯母，是因为我的礼貌和个人素质比较好，不是说你就真能当我大伯母。也不看看你们做的什么糟粕事儿，也敢坐地起价。你那铺子现在这个情况，即卖价最多2万。我们走。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我卖，给多少都卖。早这样不就好了？我给你多加1成，算是看在爸的面子上。你要是同意，咱们签字按手印；你要是不同意，我们转身就走，你自己再找人。大伯母，钱给你，你拿去交罚款赔医药费，剩下的够你们缓一阵儿，以后就是我们家的。你们再闹，我们可就报警了。行，卖。是你们？你们来看我笑话？爸不忍心看你一直在里头。我用得着你们保？要不是你那该死的媳妇儿多管闲事儿，我能进去吗？我那店能被查吗？苏有才，我见过不要脸的，就没见过你这么不要脸的。给你脸你是真不要啊！你卖变质肉，害人吃进卫生所，这是你自己缺德。我们今天来，全是因为爸还念着你是他亲哥这点情分。你哦对，以后为什么你的铺子，那现在是我的铺子，白纸黑字，你媳妇签字按了手印，以后那地方跟你苏有才没半毛钱关系。啥？你们买了我的铺子，那是我的！你趁火打劫！你要这么想，那就是吧。拜。燕秋，那铺子真是咱得了。当然，现在就去看。媳妇儿，你和妈放心去，店里有我跟爸，不用惦记。有福叔，不好了，你娘晕倒了，在这卫生所躺着呢。啥？昨天不还好好的吗？咋突然晕了？我也不知道，卫生所那边打电话到街道说人在挂水呢，让你们赶紧过去。爸，先别慌，咱们先去卫生所看情况。娘咋样了？大夫怎么说？你们还有脸来？尤其是你沈艳秋，娘就是被你气病的。要是她有个3长2短，我跟你们没完。大夫怎么说？确诊啥毛病？还能啥毛病？气出来的心慌气短，得好好养着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全是你进门以后闹的。大夫原话这么说的。有没有病历？有没有诊断单？你少在这抠字门。你奶都躺里头了，你还问东问西，有没有良心？既然是气出来的毛病，那我在这儿待着，岂不是更惹奶难受？爸，苏远，你们在这照看奶奶。妈，咱俩先回去，免得我跟妈在这儿挨了大伯的眼，再把奶奶气出个好歹来。行，那有福，你跟远子在这儿看着娘，有啥事回来跟我们说。哎，你们不能走，娘病了，你们二房也得出人出钱。人不是已经留下了吗？爸和苏远都在。至于钱，大夫开了单子，该二房出的1分不少。但你要是想拿气病了3个字讹钱，那不好使。我们走了之后，大哥又跟你说啥了？我看他今天那架势，可不像单纯叫咱去看娘。大哥说，娘这次晕倒，身子骨彻底垮了，以后怕是离不了人伺候。他放这话啥意思？还能啥毛病？气出来的心慌气短，得好好养着。这一切的一切，全是你进门以后闹的。大夫原话这么说的。有没有病历？有没有诊断单？你少在这抠字门。你奶都躺里头了，你还问东问西，有没有良心？既然是气出来的毛病，那我在这儿待着，岂不是更惹奶难受？爸，苏远，你们在这儿照看奶奶。妈，咱俩先回去，免得我跟妈在这儿挨了大伯的眼，再把奶奶气出个好歹来。行，那有福，你跟远子在这儿看着娘，有啥事回来跟我们说。哎，你们不能走，娘病了，你们二房也得出人出钱。人不是已经留下了吗？爸和苏远都在。至于钱，大夫开了单子，该二房出的1分不少。但你要是想拿气病了3个字讹钱，那不好使。我们走了之后，大哥又跟你说啥了？我看他今天那架势，可不像单纯叫咱去看娘。大哥说，娘这次晕倒，身子骨彻底垮了，以后怕是离不了人伺候。他放这话啥意思？别到时候人住咱这儿，钱让咱掏，名声还让他们占。爸，这话我和妈去说都不合适。苏有才最会拿外姓媳妇、女人家堵嘴，得你亲自去，跟大伯和奶奶当面说死。爸，这回不能再含糊。有福，这回你可不能再心软。娘要来，我伺候可以，可大房该出的1分不能少。行，我明天去卫生所看娘，
顺便把话跟大哥说清楚。就一句话，他同意咱们接人，不同意这事儿拉倒。好，就这么办。娘，好些没有？有福来了啊，没啥大事儿，就是这心里堵得慌。大夫说了啥？要按时吃，别总动气。老二，昨天跟你说的事儿，你想好了没有？娘这身子骨你也看见了，离不了人照顾。大哥，娘要搬到我家住，我没意见，但花销得咱两家一人一半。啥？你还跟我算钱？娘生养你一场，你现在养他几天，还跟亲哥计较这点养老钱？当年分家，院子、铺面、老宅那几间房都让你划走了，宫中的钱你拿了大头，说好的娘养老也归你管。现在娘要搬到我家，这个账就得重新算。老二，你现在是真没人情味了，是不是那个臭娘们又给你出的主意？自从那个脚家珍进门，你就没一天正常过。大哥，咱俩说咱俩的事儿，你少扯我儿媳妇。这些年啥事儿我都让着你，娘也偏着你。我不是不知道，我是不想争，可现在不行了。你家现在铁锅炖不是赚钱了吗？还差妈这口要钱？这几年饭店里采购、跑腿、赔笑脸，我没少干。郭大田那边2年的公户货款拖着不结，你嘴上说亲戚帮衬，最后窟窿全压到我们头上。我手头紧，都是一家人，你就不能体谅体谅大伯？我体谅你这么多年，换来啥了？是你那满是窟窿的账单，还是污蔑我家的事？现在奶病了，你还想把人甩过来？娘，我孝顺你，应该的。可我也是有家的人，秀兰、远子、燕天跟着我过日子，我不能把所有担子都压到他们身上。娘，你倒是说句话呀！老二现在这是要跟咱们分得清清楚楚了。老大，你弟弟说的对。娘，这些年我骗你骗得太过了，老宅给了你，钱也给了你，养老也说好归你管。现在我真要去老二家住，花销你该出的。娘，我这不是刚赔了钱吗？手头紧呢。手头紧也得出，你弟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钱，更何况你还是你弟弟保出来的。我老了，不是瞎了，你这阵子啥心思我也看得出来。你想把我推给老二，我心里不是没数，就按老二说的办。我要真搬过去，吃喝用度、看病抓药，你们兄弟俩一人一半，少1分都不行。亲兄弟明算账。秀兰，把我这褥子再抻抻，边角没压平，睡着更腰。娘，我这就弄。那几件衣裳也拿出来晾晾，别闷出味儿。还有我那件深蓝褂子，领口皱了，你给我熨熨。娘，您刚来，先歇会儿。我不急，这屋里哪样不得人拾掇？住人就得有住人的样。秀兰，窗台也擦一遍，刚才我一碰，手上都是灰。哦，对了，先前在大房那边，每个月我还有些个零嘴钱，不多，1800块的，妈也不多要，按老规矩就行。妈，先别忙了。咋的？我让儿媳妇帮我收拾几样东西也不行啦？爸妈，你们先出去一下，我跟咱奶说2句话。走吧，让燕秋说。咋的？你还想单独教训我？奶，您搬过来住，我们欢迎，但规矩我得先说清楚。第一，家里怎么过日子，您就怎么过，不搞特殊。第二，您年纪大，重活我们来，但自己屋里的茶碗衣裳、炕头鞋卧，您能动就自己动一动，真需要帮忙您好好说，别拿我当丫鬟使。第三，有什么想吃的可以告诉我，我可以买，但要是干那种没事割了嗓子的事儿，您还是消停点吧，不好使。反了天了！你一个孙媳妇敢跟我立规矩？这是我儿子的家，我住我儿子家，让儿媳妇伺候2下，怎么了？啥时候轮到你说了算？奶，我妈孝顺您，那是她心善，不是她该的。这家现在吃穿用度、饭店营生全是我做主，我想咋的就咋的。您要是住得惯、懂规矩，那咱们就好好过，该孝顺的我们一样不少；要是住不惯，那就从哪儿来回哪儿去。哼，我懒得跟你一个小辈吵。包袱您先自己慢慢收，妈忙了一天，该歇会儿了。您要真拿不动，我晚点让苏远来帮你。燕秋，娘没闹吧？没事儿，规矩说清楚了，往后照规矩来。媳妇儿，铺子那边的手续都问清楚了，明天就能落咱家名下。这地方要真收拾出来，比咱现在这个店大1倍不止。所以从今天开始，分店筹备正式开始。咱们真要开分店了？真开！不光咱们忙，到时候我爹和我3个哥哥也会过来帮忙。岳父和3个大舅哥都来。他们一来，搬锅修灶撑场面全有了。开业那天谁敢捣乱？先看我3个哥答不答应。以前想都不敢想，咱们苏家还能开大店。爸，这才哪儿到哪儿，咱们日子往后还长着呢。我越想越咽不下这口气。正街那间铺子，当初分家我抢破头才拿下，现在倒好，成了他苏有才的了。他一个窝囊废，凭什么？老二也是，自己没本事，全靠那个儿媳妇撑腰，现在倒反过来踩咱们了。对，就是那个沈艳秋，要不是他，我店能关。
这女人一来，我这辈子攒的家底全让她搅黄了。那你还想咋样？铺子都卖了，还能抢回来？他不是要开店吗？我看他没肉没菜没料，拿什么开？我要是把店3那边的货全包了，今天肉和骨头到了，我就先把卤汤起出来。卤味这东西越早养汤越香。妈，燕秋，杜老板那边的货全没了。全没了？什么意思？咱不是跟他签了合同吗？一样都没给咱留。杜老板说，今天一大早有人把他冷库里的肉菜全包了，连咱预定的那2扇五花肉都被拉走了。不光今天，接下来好1周的货都被订空了，其他几家馆子也扑了空，都在骂街。谁包的？谁没事会把整个供应社的货都包了？苏有才。你怎么知道？除了他，还能有谁有这心气折腾？不搞点事儿出来才不正常。他把杜德昌的货全买了，就是想断了咱家的食材。那怎么办？今天中午还有桌大宴，口碑不就又砸了？要是连续1周没东西，那客人少说跑一半，怎么办啊？燕秋，开门，走走。小燕秋，赶紧出来让哥看看！哥想死我了！不对，脸色不对，你眉头皱得跟麻花似的。你小时候要一受委屈，就是这个表情。说，谁欺负你？亲家公来了，一路上辛苦了，快坐快坐，我去烧水泡茶。等等，茶不急着喝。亲家母，你们家是不是遇上事儿了？爹，没啥大事，就是……小燕秋，你别插嘴。苏远，你来说，你是他男人，家里出了事儿，你总该知道吧？岳父，是我没用。今天早上供应社那边货被人全包了，肉、姜、鱼、青菜一样没给咱留。中午有好几桌预定，燕秋正为这事发愁。全包了，谁整这缺德事儿？是我大伯苏有才，他把铺子卖给我们，心里不痛快，就包了供应社的货，想断了我们的食材。苏有才，我打听过了，就那个当初往你们店里塞烂肉，后来被执法队查了的，他还有脸再来？就是他。我还以为多大的事儿，不就是没了供货商吗？小燕秋，你忘了咱家是干啥的了？爹，难道……咱家可是干养殖场的，猪是自己养的，骨头是自己剔的，粉条是咱妈带着人晾的，榛蘑是咱爹上山采的。一个码头小供应社算个屁，咱家的养殖场搁这儿也有分厂，光是五花肉，咱家直接拉一个车队过来。问过了，咱家在这边江边县城本来就有一个合作仓库，不到3里地，没想到今天派上用场了。亲家公，你们这一来，可真是救命了！什么救命不救命的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咱家闺女嫁到你们苏家，你们对她好，咱家就对你们好。谁敢欺负咱闺女，就是跟咱老沈家过不去。苏有才那个王八犊子在哪儿？敢断我闺女的食材，还没见过这么不开眼的，信不信我给他头打掉？爹，你就甭气了，你闺女还能搞定不了这些小事儿吗？来，收拾收拾，准备吃饭。妹啊，厨房在哪儿？大哥帮你切肉。哥，后边，围裙在门后面。我也帮忙，我刀工比大哥好，我去洗菜。来啦！大家伙别挤啊，排队排队！今天开业，人人都有份儿，谁也少不了。燕秋，要不还是你来捡吧，这店都是你张罗起来的，我哪行啊？妈，今天这菜必须您捡。秀兰，捡吧。那苏家铁锅炖新店开业大吉！进店进店，大家伙今天开业，前20桌送卤味拼盘。给我打包2斤卤猪蹄，带回去给家里人尝尝。老板娘，这桌再加1份排骨。园子后头添柴，我别太猛。哎，来了，3号桌排骨炖豆角来了，小心烫啊！里头没座了，门口也能坐，不着急的，先喝口热茶，马上翻桌。5号桌1份酸菜白肉，2份卤拼，再加4碗米饭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小伙子记性真好。奶，您这速度可以啊，后厨正等着蒜苗提香呢。我可不是帮你，我是怕你们年轻人砸了老苏家的招牌。行，那老苏家的招牌今天可多亏您了。爹，咱苏家的锅又旺起来了。我要走了。娘，今天您跟着在店里坐了1天，也累坏了。我给您擦擦，热乎热乎，晚上睡得舒坦些。我又不是动不了，用不着你伺候。你今天在店里忙前忙后也不嫌累，水都打来了，娘就别跟我客气了。
您今天帮着也没少出力。你手上这些印子都是饭店里烫的？没啥，都是小伤，以前火急火燎的，不小心烫的，早就不疼了。这么多道印子，以前咋没听你说过？说这个干啥？开饭店哪有不烫不磕的？习惯了。秀兰啊，我以前总嫌你窝囊，说你见人说话都不利索，啥事儿也不争，撑不起二房的门面。可这阵子我看着你在铺子里忙前忙后，招呼客人，手脚麻利，话也说得稳当，倒比以前精神多了。都是燕秋带着我，要不是他，我哪敢往前站啊？他是厉害，可你也不差。我以前是真老糊涂，总觉得老大嘴甜，会来事儿，能哄我高兴就是有本事。你们二房嘴笨，不争不抢，我就觉得你们窝囊。现在才看明白，苏有才那张嘴啊，说的比唱的还好听。可真出了事儿，他第一个想的不是我这个娘，是咋把我推出去，怎么从你们这儿抠钱填他的窟窿。娘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咱们现在不是都好好的吗？过去是过去了，可委屈是真的。唉，人老了，要是连错都不敢认，那就真白活了。秀兰，以后这个家你们说了算，老大那边再来哭，再来说好听话，我也不管了。娘，您能这么说，我心里就不堵了。别哭了，今天开业大吉，是好日子。哭啥？奶妈，姜汤好了。今天在店里忙了一天，喝点暖暖身子。咋了？我来的不是时候。没事儿，就是跟你奶说了几句心里话。趁热喝，一会儿吃饭。燕秋，今天这账我看着都眼晕。以前一天忙到黑，也没见过这么多现钱。今天流水不错，刨去肉菜、柴火、人工。还有给我爹那边结的货款，净剩也可观，真是想都不敢想。以前咱们被人堵门，被人占便宜，店里还一堆烂账，现在倒好，客人排队进门还得提前预定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是咱一家人一锅一勺熬出来的。以前我见人说话都发怵，要不是你，我哪有今天？妈，是您自己立起来了，我就是推了你一把。媳妇儿，妈，我回来了。铺子门都锁好了？锁好了。爹在后头又看了一遍灶火，没事儿。这是啥？回来的路上看到供销社还没关门，就买了一颗，挺甜的，你也可以尝尝。我不用。一个个光顾着算账说话，饭都不知道吃，汤再不喝就凉了。娘，您咋还端汤来了？烫着咋办？我又不是动不了，端个汤还能摔了？燕秋多吃点儿。奶，这是给我的，喝点补补，省得外头人说我们苏家苛待媳妇儿。那我可得多喝2碗，不能辜负奶的心意。刚才我在街口碰见苏有才了，他又来闹了？没有，他拎着编织袋说今晚就走，去打工了，待不下去了，欠的账，丢的人，街坊的闲话，压得他喘不过气。他说出去干几年苦力，能还一点是一点。娘，别劝我，我知道他是自己作的，出去吃点苦也好，人不吃苦，不知道谁是真心谁是假意。他临走前让我跟娘说一句，对不住。就在外头好好做人，别再想着算计亲兄弟。刚嫁进来的时候，我还想着这家也太难了，亲戚压着，邻居欺着，店里一堆窟窿，谁都不敢往前站。那咱们一家人就奔着好日子去。来，不多想了，为咱苏家，为咱一家人，为以后都和和气气，别再瞎折腾。为我媳妇儿，为咱们以后越过越红火。干杯！